你今天好吗？欢迎收看疗愈编织，我是君。在冷冷的天气里，和我一起完成这个毛茸茸、摸起来很舒服的水貂仿皮草线钩织的托特包吧。我们会用到2卷仿皮草线，还有10号的针，还有2条任意的线。我们开始来完成这个托特包吧。我们需要先钩16个锁针。由于仿皮草线它的毛长超过1公分，所以其实你很难看到中间覆盖的线，所以我们尽量要将锁针它拉稍微距离大一点，好让我们能够看到很清楚的看到它的线。你在钩锁针的时候稍微把它拉大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很清楚的看到它的线，这样子方便我们等一下第一排的短针的编织。钩好之后你可以来确认一下针数。这是第1针、第2针、第3针、第4针、第5针、第6针、第7针、第8针、第9针、第10针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确认好了你的针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完成第一排的短针。首先呢，我会先把紫色的线挂在我们拉出来的这个耳上面。你可以任意的取2条线，线长呢要超过我们的锁针16针的锁针。那我们可以这样子钩织第一个短针，将紫色的线夹在里面。我将紫色的线挂在第一个短针的里面，你注意看它的位置是在这个耳的里面。然后我再绕过我的钩针，把它当作记号。那我清楚的看到，刚才呢是在第15针的地方编织第一个短针，那我在第14针的位置编织第2个短针。我每钩一个短针的时候呢，我就将我紫色的线比较长的那条呢，再绕过我的钩针，在每一个短针的针目上面做一个记号。这样我在编织第2排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清楚。这是第13针，第13个锁针。每一个针目都这样子重复的动作。每次钩好一个短针之后呢，我就用紫色的线做一次记号，绕过我的钩针。每一个针目我都做一个记号。
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记号的话，我们会很难在勾第二排的时候找到针孔正确的位置，我们针数就会变得非常的难以数算。但是我用了这条紫色的线做记号之后呢，等一下的针目会变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会很轻易的找到每一个短针的针孔位置。这并不难。好，我来到了最后一个针目，最后一针，我们第15个短针。那你最好每一次勾一排，你就来确认一下你的针目位置是不是正确的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，最后一针，这个是15针，我们的第一针。所以总共有15个针目。你每一次勾完一排的时候，就稍微数一下。那我们来编织第二排。我们起一个锁针，然后翻转。当我们勾第二排的时候，我会用另外一条线，我准备的是粉红色的线，你可以任意的准备线，线可以稍微长一点，前面的部分，前端的部分呢比较短，后端我们留比较长的线，挂在耳上。那我们要来编织第二排，这是第一个针孔的位置。你只要沿着紫色的线，你就很轻易的找到针孔的位置。这是我们第二排的第一个短针。你记得每次勾完一个短针之后你要将你的线绕过你拉起来的这个耳，做记号。这是第二个短针，一样，我们穿过紫色的线的部分。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短针，一样，每次勾完短针之后呢，你就绕线，你就将你的记号线绕一圈，绕过你的钩针。这是第三个短针，第二排的第三个短针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慢慢的编织。等你熟悉了这个动作之后其实不太容易出错。由于第一排我们做记号的线呢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不会勾错。如果你不做记号的话，你将会很难找到正确的针孔，针数会变得很容易混乱。我们标注了记号之后每一个针孔的位置变得非常的清楚。这是最后一针，第15针，一样，
我们穿过紫色的线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背面，背面我们是不是也沿着这个紫色的线？这样子我们沿着紫色的线，我们可以找到正确的针孔的位置。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针，第15针。我们结束了第2排的编织。别忘了，我们再确认一下针数对不对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，这是第15针。所以我们又勾对了。当我们勾完第2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第1排的记号扣线记号线把它拔出来。这是我们的第2排的编织。那我们就开始第3排的编织。第3排的编织呢，跟第2排是一样的，一个锁针之后翻转。然后每次开始编织之前不要忘记了用记号线绕过你的钩针。后面留下比较长的线。你的记号线要绕过你的耳，钩针上的耳。我们开始第3排第1个短针的编织，绕过粉红色的孔，粉红色线所穿越的孔。勾完1个短针之后呢，再用记号线绕一下。我们重复这样的编织，我们总共要编13排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编13排。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针目，第3排的最后一个针目。我们完成这个短针之后呢，我们照例来检查一下，是不是总共有15个针孔。第15针，我们确定没有错之后，我们把下一排的这条线呢拉起来，记号线拉起来。我们总共要完成13排的编织，13排的编织。我们将头尾可以稍微留下一小段，然后我们把线头剪掉，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包身的编织。我们这样的包身要完成2个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编织包带。我们一起来编织包带。我们的包带呢，你要留比较长的线，因为我们要做缝合。我会用一个稍微小号的8号的针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编织，因为我希望它的宽度不要太宽。我钩3个锁针，
我钩3个锁针。那钩织的方法呢，跟我们包身的钩织方法一样，我们还是会拿一个记号扣，拿2条记号扣线。这时候你可以准备的稍微短一点的记号扣线，一样2个颜色。那我们钩第一排呢，我们就钩2个短针。第2排我们钩，这是第1个短针。那你记得每次呢，钩完1针之后呢，你就在耳的上方，就是钩针的绕过钩针，包住这个耳，帮它做一个记号。这是第1针，然后第2针，这就比较简单。这是第1个针孔，这是第2个针孔，所以我们确定好我们有2针，然后我再钩1个锁针翻转，这是第2排。第2排的部分呢，我也会用另外一个颜色的线，在耳包住耳。这跟刚才包身的编织方法是一样的。然后我钩第1个短针，第2排的第1个短针，第1个短针，一样。每次钩完1个短针之后呢，我就会绕过我的，用记号线绕过我的耳。那我编织第2个短针，你要确定针孔的位置，你只要沿着记号线来找就没有错了。钩1个锁针，开始我们的第3排。那我们把第1排的记号线抽出来，我们重复这样的编织。我会钩到34公分。我们这样子的包带呢，我们会钩2条。那记得两边的线呢，起始的线以及结束的线，我们要留稍微长一点。你可以留跟你的包带差不多的长度。那我们来量一下，这个包带大概有34公分。34公分的包带，那你头尾的线呢，大概留至少20公分。那我们也可以一并测量一下我们的包身，长度是23公分，那我们的高度大概19.5公分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钩织包包的两侧。包包的两侧，我会钩织6个锁针。这是它的宽度，
那我一样钩了6个锁针之后呢，我会用第一条记号线在我的第一个耳上挂在耳上，然后我开始编织5个短针，这是第5针，我钩短针。记得每次钩好1针之后呢，要将记号线从后面往前绕，在每一个针目的地方做标记。这跟刚才我们的钩法是一样的。我们第一排要钩5个短针，这是第2个短针。每次钩完1针之后呢，绕一下记号线，你在钩第一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要找到正确的针孔的位置。因为在锁针的部分，我们并没有标注任何的记号，锁针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部分。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排5个锁针，然后我们一样1个锁针之后翻转。那你要确认一下是不是5个短针，每钩1排的时候都稍微注意一下，稍微确认一下。我们这样子钩5个短针，总共要钩41排。因为还记得吗？我们的包身呢是13排，然后我们的包底呢是15个锁针，所以13加13加15会是41。所以我们总共要钩41排，每一排有5个短针，我们要重复这样的编织。你中间呢，可能遇到的就是你的线不够的时候，如果是这种仿皮草线呢，我们就不需要做长线的动作，我们可以直接打结。我觉得很好的方式是打一个平结，平结会比较紧一点。打好平结的时候呢，你再将两侧的这个比较短的线头呢，把它剪掉。那由于我们的皮草线它的毛呢大概有1公分，长达1公分，所以你在编织的时候，等一下呢你完全看不到线头，所以我们继续直接编织就可以了。我们完成41排的编织，我们把线留下一小段，然后把它剪断，然后也把记号线一并的抽出来。
我们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侧边的编织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来将包身以及包侧的这些线呢给藏起来。藏起来有2种方式，你可以用你的缝针，就是将它缝进去，没有固定的位置，你任意的缝。因为皮草线的好处就是它的毛是长的，所以它不会看到你藏线的位置。所以你稍微藏好线之后把线头剪断就可以了。第2种方法呢，你可以拿一支比较细的钩针，就直接把你的线头呢，用钩的方式藏在里头。这2种都是很好的藏线方法。这样我们就完成我们的长线了。包身还有你的包侧这一条41排的包侧呢，我们全部都是用同样的将上下的线头呢都藏起来。好啦，我们完成长线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来做缝合的动作。那在缝合之前呢，我们呢先标示一下，确立一下底部跟侧面的位置，正确位置。那由于我们的针孔位置是比较大一点的，所以其实我们先来确认2侧的位置。我的方法呢是，你可以用手来摸一下每一个针孔的位置，其实都很大的。我们找出我们的13个针目。侧边的部分呢，我们找到第13个针目呢，跟我们的包身底部的这一针，因为我们的包身是13排，那我们也找到13个针目。接下来是15针的位置，然后上面呢是13针。我们确立了底部的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再开始做缝合。那你也不用非常的担心，不用担心说你找错针孔的位置，因为呢，我们在缝合的过程当中，由于呢它是比较长的皮草线，所以呢，即便你针孔对的位置不是很正确，但是你在缝合的过程当中稍微做调整，都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。我们确立好位置，只要在2侧的底部呢做上记号扣，你在缝合的过程当中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接着呢，我们来预备要缝合的线长的部分呢，我会沿着这个2侧以及底部，我用2倍的线长，2倍的线长，大概130到150公分左右的线长，我会用这样的线长来做缝合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穿线，然后来做缝合。
我们将包身与包侧的第一个针孔位置找到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来进行缝合。我们留下一小段，我们将线拉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留下一小段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针目。那我们将留下来的那一头线头呢，我们也做一个藏针，我们把它藏起来。我们利用缝的过程当中呢，一面把它包覆住，这样线头比较不容易滑落。我们一面缝，一面把线头的部分包覆起来。那第一针缝合完之后呢，我们找到第二个针孔，由于我们是用比较大的钩针，比较号数比较大的钩针来钩织，所以孔洞稍微比较大一点，所以你很好去找它的位置。每一个针孔的位置呢，你是很容易找到的。我们特别把线头包覆起来。那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把我们的线缠住。如果缠住了，你再把它，由原本的针孔的位置再抽回来。那我们就沿着包圆的部分来做一个缝合。线头包覆了一小段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线利用比较小号的钩针呢，把它藏进去，藏在我们的包包里面。那我们接着呢，就可以继续进行缝合。好，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针，就是我们标记记号扣的位置。在这个转角的部分呢，我会在同一个针孔里面呢缝2针，让它的角更加的固定。我会在这个转角处呢缝2针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开始缝合底部。底部的部分呢，跟侧边比较不一样的是，
它是锁针，它是锁针的部分。你不用担心啊，就是你缝合的时候，可能针目会出现错误，因为你每次缝一针的时候你将后面的部分再稍微对齐，就即便你不小心跳针了，但是你在缝合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补救回来。所以当你一边缝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针目，就是再次的把它对齐。那我们一样在转角的部分呢，缝2针。缝好2针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上缝另外一个侧边。我们来到了第2个侧边的最后一针。好，我们完成了最后一针之后呢，我们在最后一针打一个结。打一个结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线藏起来。我们把太长的线头剪一点掉之后呢，我们用比较小号的钩针来做长线，跟我们先前做的是一样的。我们把线稍微长起来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一面包身的缝合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再将第2个包身来跟侧边做缝合，我们就完成我们的包包的缝合动作了。这是我们缝合好的包包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将包带做一个缝合。我们刚才有留下比较长的线，比较长的线呢，不管是起针部分或是结束的部分我们包带都留下比较长的线，就是为了做缝合的动作。那我们来示范一边包带的缝合。我们穿入包身，让包带跟包身做一个缝合。将包带跟包身缝合在一起。我们可以多缝合几次。包带跟包身做一个连接跟缝合。那由于仿皮草线的毛比较长一点，所以你在缝合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，确实有缝到。缝合一边之后呢，我们在带子的中间再做一个缝合，让它更牢固。然后接下去是另外一边的缝合，另外一边的包带也跟包绳做一个缝合。好，我们将它缝合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将线呢藏于里面，藏于包包里面。这样就完成我们的包带缝合了。我们4边都是一样的方法，这样我们就完成我们的包包制作了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
缝合之后呢，我们的包包的宽度呢是大概21.5公分。它的高度呢大概是17.5公分。侧面的部分我们也量一下，大概是8公分左右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款托特包是比较立体的，那你可以用内胆包来增加它的厚度，让它变得比较立体。那你也可以为它加上一个手缝的标签，让它做一点点缀，这样你就完成了一个毛茸茸、非常舒服的托特包。如果你和我一起完成了这个托特包，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成就，让我们在这趟疗愈编织中与自己来趟美丽的邂逅。请持续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按赞分享，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。